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喜欢上男生的？我的就是我上大学一看就是我感觉是比较虚，就是好看着谈过恋爱，然后了发现我弟弟嘛，还有对女孩子的心动，就是我练习的就喜欢上了男孩子，后来就知道呢，就看着这件事自己喜欢男生了。不是我的锅，家人不是我的锅，绝对是他本身就不直，就是不要说我是掰弯的，没有掰弯。反正我感觉我是青春期的时候我就不太直，但是我那时候不太了解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上大学之后才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有点不接受自己的身份，有点自己拧巴自己。然后我的室友都有女朋友了，我就想着那我也谈一个吧，那就谈一个吧。然后谈完之后发现自己不行，不是那方面不行，是说我就是还是发现自己不喜欢女生，就是感觉我们俩出去玩没有那种恋爱的感觉，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后来就是大一下学期差不多就弯了，100个，是吧？双方初次印象就是又高又帅又装逼，很高冷，我说毕了吗？就是第一次见面，就感觉很拽，很高冷。第一次见面会就是到头上的找会感觉他是一个让我就是心地比较善良，愿意去帮助别人。我下一个问题，你们俩最想去的地方？我们俩现在最想去三亚，是吧？对，但是因为是让你喜欢的地方，就是我喜欢的地方，又开始了，家人们又开始了，天天我都可以啊。就是在这说大这种，的地方我都去过就，说这种很油，我也去过三亚呀，你不是想去我才看了不也喜欢。就是很喜欢说这种油腻的情话，就让人很尴尬，一本正经的说一些肉麻的话。20个，生活中谁会更照顾人？其实我们俩都挺会照顾人的，我觉得。是。就互相的，因为比方说什么时候，就是我们一般是出门在外的时候，石头跟人家沟通不方便，或者说他一出门的时候，他就会有点害怕，就是可能别人说什么他听不懂，然后听不见，然后就特别怕自己做错事儿，或者说没有到，就是人家让他站这儿他没站好，然后他就会很依赖我，出门老看着我，然后我来跟他沟通，然后在家的时候也，然后他就会。就我们俩就互相的，就比如说早上起来，他起得早了就帮我把早饭做，我起来早我就把早饭做了，然后可能我去刷碗的时候，石头就去做饭，我做饭的时候就刷碗，然后我拖地他扫地，反正就是一块儿做，都是一块儿做的，都比较体贴，都比较会照顾人。问石头宝什么契机决定在一起的？你当时就这样，试试嘛，就是不好就回答过了吧，契机就是你再出来看，就是我从杭州回来之后，然后那段时间，因为他在找兼职，然后那会儿就聊说想做主播找工作什么的，然后就聊起来了。然后他那会儿去兼职去当模特给人家店铺里面拍照，然后我就，好像就是他在2期拍照，然后离我家比较近，然后他那会儿没车，我问他咋上下班，我就开着我的车去送他上班，送他下班这样，然后就送着就拉回家了，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契机说立在这儿说我就表白了，我要你跟我在一起，弄个花卷什么的，在那边求婚之类的，我们没有这种事儿，就是顺其自然的就拐回家了，就这么一回事儿，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界限。第一次亲亲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第一次亲我记亲得应该是在我是车车上，对，在车里，在我车里，就是什么情况下？就是说，有一天我接他下班，然后我们去吃饭，然后吃完饭我送他回家，然后在他家楼下的时候，我就意思了一下，亲一下，然后石头也不是很，就也没有很矜持，就直接就亲了。20大个，最喜欢对方身体的什么部位？血板，看这血板好质感，知道？你不是喜欢我的样子吗？这我的酸吗？我最喜欢你的耳朵，对吧？耳朵，
耳朵，最喜欢你耳朵。24，对未来的规划，我们现在目前没有这个规划，学习之类的。你的规划是什么？我的规划是，我现在不同意，我的未来规划是想给他好好待日子，收到了。我的，你们开始了，别搞！哎，我真的会，真的很肉麻，我真的会尴尬，我的脚一直在抠，我的脚在这抠。好，这我这把未来的规划第一就过说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目前短期的规划就是，在半年内，3个月到半年内，然后把石头的这个说话和听的这方面给他上课，康复的和健全人没有沟通的一个障碍，就是这是目前的一个规划。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拍视频，然后稳定的就是有一个流量，然后能接广子，然后赚点钱。然后因为这个康复课还是比较费钱的，包括调机啊，然后包括我们后面想升级，这个都需要不菲的这个欢乐豆，然后我们需要多攒点欢乐豆。目前就这么一个规划，更多的规划没有，等这个东西过完之后，自然而然就有了。可能想先休息一段时间，包括做手术，然后再到康复这么一段时间来说，我是比较累的。等这个阶段过去了之后，我可以先躺平一会儿，让我摸摸鱼休息休息。真的。做运动谁主动？下一个问题。好，下一个问题。不想说。是否想过健全人和听障人在一起的各种困难？沟通会不会有障碍？会不会被人不看好？打算怎么面对这一些？第一个问题，是否想过健全人和听障人在一起的各种困难？没想过，就是我这个人不太喜欢预想太多的困难，我比较喜欢提前预想一些好的方面，然后你预想这个好的方面之后，你照着这个方面走，然后如果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再去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你再放弃，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一般是这样子的。对，沟通，你说。我觉得我一开始觉得我和他单一着多的沟通不方便，包括和他的介绍朋友单一直相处。我以为就沟通肯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他的朋友心情特别好，我和他们相处都特别快乐，学到沟通方面没有这么困难，就是他们比较因为他跟他的朋友说过，我有一直特别喜欢就是听不见他们一些人就会和我慢慢说，好怎么样这么沟通问题。然后是会不会不被人看好？打算怎么面对这些？就是其实我们俩在一起之后，其实是有被人看不好的。很多人都说早晚得分，要么就是说，哎，等石头做完手术能听见了，就把你利用完，就把你抛弃了什么之类的。很多声音都有，然后还有说我是为了利用石头这个聋哑人的这个身份，然后炒作怎么样，反正很多这种的声音，反正很多人都不看好，然后无所谓。但是你自己越来越好。我接着说吧我知道自己要学会去主动别让他都这样会让幸福更大。然后一开始我的朋友就是刚开始见石头的时候，他们就会偷偷的跟我说，你怎么不找个什么的对象之类的，然后我就反正没过多解释吧，我就觉得我说石头很好没什么区别。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的视频，然后有一些关注度之后，然后我的朋友们也都刷到了，然后了解了我们俩的一些事儿，他们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反正就是平时也就挺磕的，就也挺磕 CP 的这种感觉。最喜欢什么知识？感恩的心拉走。这个我们北京小妞她妈妈，这位粉丝把这位粉丝给我拉走，这些都回答过。谁更爱对方？我更爱，对吧？没学对吧？其实我是很爱的，但是我不喜欢就是很肉麻的表现的，哎呀，在那里放着音乐说我有多爱你什么，然后拿话筒我好爱你，对全世界喊这种东西，我不习惯。就是
你就就是自己体会吧。就我说我跟俺做饭不是那种，对吧？说袜子，我也必须要孩子带着说一直说买的话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和他相处非常非常舒服，是不是？说该干嘛就干嘛，是这样。对，好多人都觉得总是，反正我对谁都反正我就是这么一个样子，我就这么一个性格。然后好多人如果第一次刷视频什么的，哎，我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张世豪不爱他，怎么样，反正就总是有人说，哎呀你不爱他，你不爱他，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具体就是说爱是不能用嘴说的。咱们曾仕强教授曾经说过。说，如果一个他说的是女人啊，但是大家通用啊。如果一个女人，就是相信男人嘴上的爱和一些甜言蜜语，我不必看你八字，你必定那个什么离婚3次，这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反正就是嘴上说的爱是很轻浮的，你就看怎么做就好了，用时间去证明。我也不想说什么，因为我在这边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尴尬，我自己有这种别这么重话。我自己有这种就是这种，反正浪漫尴尬综合症吧，也许是吧。对。好，下一个问题，对方身体有没有神奇开关，就是一碰就软的敏感点？北京小妞她妈妈，咱们就是说一整个通缉的状态。有没有？所以有没有？有没有？有。对。真要说的各自打开不说了，格局打开了，不说了。这个也回答了。甜蜜蜜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格局打开，家人们，格局打开。喜欢什么样知识？下一个，说3件想和对方一起做的事儿，但还没做的事儿。捋过了，去南京去成都不是捋过了吗？南京成都不都去了吗？对。你别太依赖翻译，你戴耳蜗开机了没？看这，还是看我口型，你不要太依赖翻译。好。南京、成都，对吧？对。去过了。想做的事儿，我特别想做的事儿，其实就是像那个，就是像2个健全的，就是反正就是两个健全人那种爱情之间的吵架，想痛痛快快的吵一次，因为现在总感觉就是吵不到点儿上，然后。我有时候着急想发泄的一些东西发泄不出去，然后石头接受不到，就是这样，然后就是想我石头他转身在背后的时候，我说话他也能看见，他也能听见，因为现在我们说话的话，他必须要看着我的口型才知道，他只要一扭头，我说什么都听不到，就会有的时候感觉少沟通很多东西。就这样，对，说的话一直到说的我特别讲。就是喜欢结婚这场就是这场了，就是咱们两对呢说话，当然到那些走，对，因为现在就感觉你去通过翻译啊，或者你再去打字聊天，你少了很多的情感和语气，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就是有一种，总感觉中间还隔着一层纱，你没办法心碰心的，就是那种直接沟通的交流，总觉得缺了点啥，还没到位，就这种感觉。就等他能识别好所有的语言之后，然后也能正常的发音也都纠正很好的时候，我们就是心对心的来一场坦白局，就是搞点小酒，然后让我痛快一下，痛快的把这些东西表达出去。这样的，形容一下对方身上的味道。臭味儿。那他臭味。脚臭。我天的知道，还臭吗？那臭。不是，那你准备说啥？你刚才准备说啥？你一开始准备回答。对呀。你也说臭味儿。那是大不大？没有啥味道。好。然后，色的问题和回答过的问题直接下一个了。下定决心，没结婚咋结婚呀？家人们，现实点行不行？天天跟小孩一样，怎么结婚嘛？你用啥结呀？双方做什么会让你觉得没辙？把那个耳蜗一摘，然后眼睛一闭，我就没辙了。我真的无能为力，家人们。我觉得我说话他都只是话，他话是的，让我觉得没辙。
就是他说话的时候，我一直插话，他会觉得没辙。